王妃，锦儿，快下来！楚玉锦下来之后，就向唐之灵冲了过来。六叔，您有没有想我？福宝弟弟呢？我都想他了。楚玉锦和唐之灵一家生活了好几个月，也是熟悉的很，见到唐之灵也格外的亲切。这反差有点大呀，白斩鸡瘦得不成样子，邓王妃也消瘦了一些，这小世子却壮实成这样。老四这两口子是个好父母。锦儿，你福宝弟弟也想你了呢，咱们快过去吧。好，六叔。很快众人就到了主院。四哥四嫂，很抱歉没亲自迎接你们。六弟妹客气了，你如今身子不便，可是要小心呢。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哪还有你亲自迎接呀？听说四哥四嫂还没有用餐，我已经让厨房准备了，就是今日实在仓促，菜色简单，明日会更丰富的。啊，这些就好，不用太麻烦。要是从前的楚静怀或许还看不上，但吃了几个月的粗茶淡饭，现在有肉就很好了。于是在餐桌上就看到邓王妃和楚静怀两人，那伸筷子的速度着实迅速。倒不是两人的礼仪有问题，毕竟规矩都是自小刻在身体里的，礼仪是没得挑的，就是这速度和食量着实是吓人呐。沈妃和唐之灵互相看了一眼，心里都有个怀疑，单州王府是不是破产了？小福宝看着楚静怀和邓王妃两人，这筷子都快夹出残影了，心虚了片刻。他是不是把人逼得太狠了？再来一碗米饭。小丫鬟看了沈妃一眼，怯懦回道：王爷，新的米饭还没做好。哦，那本王就再等等啊。这个烤鸡再上一盘来。单州王进京并且去了荣王府的消息，很快就被禀报给了皇上。哼，老四这家伙还怪有主意的。太子多少知道一些事，毕竟当初在幽州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了小福宝神神秘秘的，猜到小福宝绝对是做了一些事。父皇，四叔那里咱们就不管了吗？老四不用管，等过完年之后就把他赶回单州去。倒是你三叔，你要好好的盯着他。父皇，那葛太妃那里要怎么办？要让他和三叔见一面吗？太子对葛太妃着实没有好印象，毕竟要不是这女人，她母后怎么会生病？还有她的孩子也不会没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不能让他和三叔见面。皇上也是没想到葛太妃这么能坚持，缠绵病榻这么久，竟然还没有断气。太子见到了皇上的犹豫，又想起了小福宝从前做事的样子。父皇，这件事儿交给儿臣来做吧。准了。太子得到了准确的回复，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勤政殿。皇上看到太子的身影出神许久，太子也长大了呀。楚静怀吃饱喝足之后，终于是察觉了小福宝的异常之处。他发现这小子竟然瘦弱不少，过去那可是肉乎乎的小孩，就是小手都胖出了小肉坑。可是现在的小福宝不仅瘦了，身体好像还没力气的样子。老六啊，你们府中也不缺钱啊，怎么把孩子养得这么瘦？小福宝瘦弱的样子让楚静怀想起老年的先帝，特别是两人相似的容貌。楚静怀没由来的心里有些酸涩。他来京城的时候是想找小福宝算账的，可是见到他这个模样，楚静怀竟然有些心疼。他还是觉得曾经那个颐指气使、满脸骄横的小孩顺眼一些。唐之灵抱着小福宝揉了一下他的脑袋，于是把在霄云观的事大致说了一遍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仔仔的身体就还没养回来，现在恢复成这样已经很好了。该死的贼人，竟然敢伤我们皇室之人！唉，都是父皇太糊涂了，那柳家余孽就应该早早都处死，否则哪有他们反扑的机会呀？现在反倒是连累了我侄儿。哼！小福宝刚开始见到楚静怀心疼他，还觉得老四不错，但是听到后半句又不满意了。小福宝白了一眼楚静怀，切，不跟蠢人计较了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翌日用过早膳之后，单州王一家就进宫了。谁料才进宫就听到了消息，昨夜葛太妃薨了。楚静怀顿时就感觉不妙，
这次来京城是不是不太妥当呀？他有些怀疑自己的决策了。老三那人可是狠得不得了啊！唐之灵见到楚静怀沉着一张脸，一脸好奇，这要不是老四的娘，至于这么被痛吗？四哥，你和葛太妃的关系很亲吗？不亲啊？那你这么伤心？你看我哪里伤心了？我这是担心好不好？担心啥？哎呀，老六，你不懂，老三那人呢？哎呀，总之你就等着吧，老大这次或许是捅了马蜂窝呀。总之呢，你啥也不懂，以后啊就看我行事啊。好。楚静怀和唐之灵两人嘀嘀咕咕半天，他们俩站在外面等着皇上处理完公务再来召见他们。这时候大殿的门被打开，有几位大臣脚步匆匆地离开了，然后就有小太监出来请唐之灵和楚静怀两人进去。此时勤政殿内除了皇上还有恭亲王。臣弟见过皇上。起来吧。皇上探究地看着楚静怀，内心则是腹诽不已。这老四怎么瘦成这样？就算单州的赋税没了，但他在幽州经营多年，怎么也会有些存款的呀。更何况当初小福宝搜刮了好几个兄弟的私库，就是泉州那里都拿了不少钱，独独没有动幽州。这样算来，老四不应该如此拮据。皇上询问了一下单州的情况，楚静怀也都是仔细的回答了。两人叙旧寒暄的状态也算和谐。楚静怀今日进宫穿的袍子都是旧的，而且还松垮的厉害，就是想引起皇上的同情心，让他主动问问王府的情况，这样他就可以诉苦了。可是该死的，这皇上东扯西扯了一大堆，就是问不到点子上，让他想哭穷的借口都没有。还有恭亲王和小六也是，都像个木头一样，也不会给他搭个梯子。有几次楚静怀想把话题引过去，都被皇上给岔过去了。于是大殿内的气氛就有些尴尬。荣亲王眼观鼻，鼻观心的站着，也不开口。这是皇家内部的事情，他虽然是宗亲，但到底差了一层，还是不趟这趟浑水的好。楚静怀没有办法，皇上不开口，他只能自己提了。皇上，臣弟有个请求，不知当不当讲？四弟请说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如此多礼。但内心则是这样想的，当讲不当讲，那就是不该讲。皇上，臣弟今年才去单州，但这几年的赋税都要给六弟。臣弟在单州生活着实不易，不知臣弟是否可以效仿六弟，长留在长安城啊？皇上一言难尽地看着楚静怀，这话问的多冒昧呀！单州王，单州临近吐谷浑，是边塞要地，你怎么可以轻易离开单州久居长安呢？久居的事情切莫再提了。楚静怀一听皇上叫自己单州王，就知道老大这是不愿意了。还有小六就是好听的荣亲王，到了他这里就是根据地名随便起的名字，也是心酸的不得了。楚静怀心中打定主意，但嘴上却急忙告罪。皇上教训的事，臣弟僭越了。老四，你来长安一趟不容易，去后宫看看母后吧。是皇上，臣弟告退。唐之灵也急忙起身，臣弟告退。荣亲王，你留下，朕还有事要单独问你。唐之灵很疑惑，他就是来凑数的呀，怎么问到自己身上了？是皇上。楚静怀离开的时候瘪了瘪嘴，老大就是偏心。皇上，留下臣弟是有什么事吗？小六啊，朕有个事要交代你一下。请皇上吩咐。小六，昨日老四去你府上，小福宝是什么态度？唐之灵狐疑地看着皇上。没什么态度，小福宝年纪小，估计都忘了四哥是谁。皇上无语了，得了，他就不该问这货。哎呀，啥也不是。那行了，你下去吧。唐之灵一脸疑惑地走出了勤政殿，他觉得皇上也是莫名其妙。人都离开之后，皇上才吩咐道：来人，派人盯着点荣王府，看看荣世子有什么安排，切记要小心一点。荣王府的护卫都是高手，你们不要暴露了。陛下，乔山就在府中，还颇受重视，要不要把他请回来？不用，以后你们的行动也不要让乔山知道。
是，陛下。还有，重点看一下荣世子对葛太妃轰毙的态度，明白吗？是，陛下。皇上在人离开之后叹了一口气，他这时候不敢去找小福宝，也是害怕小福宝会心软。不过老三应该是接到消息了吧？益州王府，报！说，王爷，长安城传来消息，太妃昨夜轰了。益州王手握成拳，快速来到侍卫身边，攥紧他胸前的衣襟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王爷，太妃轰了。益州王直接把侍卫提起来扔了出去。楚景德，你该死！王府中的下人听到益州王喊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，都吓得浑身发抖。都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备马，随本王杀回长安城！这时候，一名年近20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然后挥了挥手，淡淡的吩咐道：“你们全都退下吧。”是，苏先生。于是下人全都退出了大殿，只剩下益州王和苏先生。益州王对于这个谋士还是很看重的，他的面色好了一点。王爷，太妃轰事里面是否有猫腻啊？咱们还需仔细查清，切莫冲动行事。老大心太狠了，我几次三番想要接母妃来益州，可是老大从不松口。如今我母妃竟然突然轰事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怪不得我之前上折子请求陪母亲在长安过年，老大左推右拒，现在竟然还直接处死我母妃。既然楚敬德不做人，我就给他好看。王爷，切莫冲动，这或许就是皇上的陷阱。为了大位，咱们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王妃不能白死，这里面有文章可做，咱们切莫冲动，到时候道理反倒是让皇帝那边占据。咱们要从长计议，想出个万全之策来。益州王的理智恢复了一些，虽然也是心痛母妃离世，但想到自己的大业，这点伤痛又算不了什么。先生请说。于是益州王和谋士苏先生就商量起来。王府后院，益州王妃陆海兰则是带着2个儿子，听着下人的禀报。王妃，葛太妃轰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亲耳听见的。那王爷是什么态度？王妃，奴婢听到王爷想要派兵攻打长安城。大胆，你竟敢污蔑我父王！不敢，奴婢没有撒谎。把这个造谣的奴婢拖下去。是。王府的管家张公公急忙带人走了上来，把小丫鬟带走了。母妃，孩儿先去前院看看，你切莫担心。哎，红儿，你一定要劝住你父王。陆王妃非常担心益州王，就害怕他还没歇了那心思，加上现在益州王身边多了个苏先生，那心思就更难琢磨了。母妃放心，一切有我。说完就带着总管和王府的护卫去了前院。张公公，派人把刚才在父王院子里的下人全都找出来，杖毙，一个不留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毕竟益州王府的仆人众多，谁知道有没有皇上的人？王爷的冲动之言或许会让益州王府消失，那么刚才听到的那些下人就全都得解决了。世子离开之后，陆王妃抱着3岁的小儿子，摸着他的脑袋。子儿不怕啊，有母妃呢。母妃，父王又要杀人了吗？不，子儿，你听错了，你父王好好的，怎么会杀人呢？楚玉泽乖巧点头，小身子往陆王妃的怀里凑了凑。陆王妃抱着儿子的小身子叹了一口气，当初就不该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一切都晚了。世子楚玉红的动作很快，在益州王和苏先生商定好了计划之后，那些下人已经全部被杖毙了，所以没有人知道益州王说的那些大逆不道的蠢话。没错，就是蠢话。益州王在世子楚玉红眼里，他这个父王就是个没长脑子的。可是他能怎么办呢？为了母妃和弟弟，他必须要时刻的准备善后。父王，王爷，世子果真机敏，
苏某还想着要怎么处理那些下人，没想到世子已经当机立断处死了那些人，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。红儿做得不错，这份果决像我。楚玉红攥紧小手，深深地看了一眼苏先生。先生谬赞了。红儿，收拾一下，咱们要尽快去长安城。是，父王。楚玉红还不清楚益州王有什么行动，但是亲祖母离世，他们是必须要进京的。在长安城的皇上已经收到了消息，等着益州王进京奔丧。荣王府，沈飞也是没想到老太妃的死还会和他有点牵扯。他因为肚子大了，不想参加皇家的宫宴，这样的事情可以告假，但是太妃死了，这葬礼他就必须要参加了。沈飞想到这里就有些犯难，他现在站一会儿都累，到了那日要怎么坚持啊？嬷嬷，太妃的葬礼要几天呢？王妃不要担心，大概是2天的时间。王妃身体特殊，想必没有人会追究到你是否2日能到。沈飞秒懂，那就是说他或许可以偷懒，只要没人注意他就行。不过到了那日，想必有各个妃子，还有那么多官员的外命妇，他也不会很扎眼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翡翠，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吗？太王妃放心，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王爷出宫门回家了。那就好。萧氏那边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动作？太王妃，王妃最近就在调理身子，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少爷们身上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方嬷嬷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大夫已经瞧过了，只要安心喝药，半个多月差不多就好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老王妃想到沈妃当时的样子，心里就非常恼恨。那孩子怎么就这么绝情呢？亏的还是自己的亲孙女。想到自己在荣王府受到的屈辱，老王妃终于是下定了决心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北静王才有些醉意的回来。今日面见皇上，又参加了宫宴才回来的。皇上亲自设宴请北静王，也算是给了他极大的面子。北静王这次打仗可是有不少战利品的，全都上交给了皇上。皇上龙颜大悦，又挑了一些宝贝赏赐给了这些武将。萧王妃见到这么多东西都搬进了库房，也是眉开眼笑。皇爷，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的？哈哈哈，都是。这2箱上好的皮草全都留出来，给荣王府送去。还有这些首饰，全都给郡主。是，王爷。萧王妃的目光一转，王爷，今日天色也晚了，不如明日我陪你亲自上门看看那孩子。他现在又有了孩子，肚子大得不得了。北静王皱眉，想到他之前的王妃就是死于难产。怎么又怀孕了？简直是胡闹！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萧王妃想要个孩子都要想疯了。行，本王要亲自去一趟荣王府。那俩孩子太小，不知道轻重，这孩子怎么能生得这么密？翌日，沈妃照常是睡了懒觉，谁料她的早午饭还没吃完，就被告知北静王来了。北静王回来他是知道的，毕竟唐之陵也参加了宫宴，只不过没有主动上前和北静王打招呼。昨晚沈妃就听唐之陵说了宴会的情景，北静王算是京城的红人了，巴结他的人可真不少。只不过沈妃没料到他回京城第2天就登门。好，我先去看看。我过去，我也看看他。行，那和娘一起去看看他，看看他是不是为太王妃求药的。小福宝也不喜欢老王妃，那老太婆脸皮太厚了。沈妃到了前厅之后，发现不仅北静王来了，就是萧王妃也到了，而且地上还有好些箱子。沈妃狐疑地看着这一切，带这些东西是为了买药，还是有什么要求？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？沈妃还在想怎么开口打圆场，没料到北静王就来了这么一句：你这孩子，小小年纪为什么这么着急怀孕？你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是不是荣亲王的意思，想多要孩子？看来我得好好和那小子谈谈了。沈妃有点尴尬，总不能解释说避孕药不管用吧？不是，
这一次是意外。你们两个年纪小，不懂里面的危险，生孩子就是鬼门关。我看王府的孩子已经不少了，以后不准再生了。沈飞他不想吗？他也想啊。看来以后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他得亲自研究一下这方面的药了。好。北静王见到沈飞乖巧的答应了，满意了。快坐下吧，站久了会累。目光一转，就看到了被人抱着的小福宝。小福宝这孩子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北静王皱着眉头，伸出粗大的手臂，笨拙地把小福宝抱在怀里。感受怀中没什么重量的外孙，北静王心疼了。你这王府修得很华丽，是不是钱都用没了？看把我外孙给饿的都瘦了。小福宝被北静王抱在怀里不是很自在，特别是这老家伙还用那大胡子摩擦自己的小脸儿。乖孙孙，放心，外公有钱，到时候给你养得胖胖的。现在你还有了5个小舅舅，到时候都能给你撑腰。小福宝对着北静王翻了一个大白眼，扭着身子想要离开他的怀抱。北静王正稀罕小外孙呢，虽然看到了他的白眼，也没有多想。小孩子嘛，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也把小福宝抱得牢牢的。来来来，看看外公给你和你娘都带了什么好东西。蒋干，把箱子都打开。是，王爷。沈飞看到箱子里的金银还有首饰，更有一些皮草和布匹，也是惊讶的张大嘴巴。金银他有很多，不太稀罕，但这上好的皮草他心动了。哎，把那个白色的皮子拿过来。彩霞弯腰把白色狐狸皮给沈飞拿了过来。呀，王妃，这皮子好柔软呀。真不错。哈哈哈，菲儿喜欢就好，北地这东西多的是，那里边还有个火红的，那个更难得。是吗？快找出来我看看。小福宝看到沈飞这样，不满意的哼了哼。哼，这次被这老家伙给装到了。看来他娘亲不仅是喜欢银子，还喜欢好看的衣裳。哎呀，从前是失策了。我听说还有2个小妞妞呢，抱过来我看看。去把花花和小叶子带过来。很快，花花和小叶子就被奶娘抱过来了。北静王第一次见到2个外孙女，当时听护卫长提过，但那时候2个孩子都太小了，江干也只是说2个孩子好看。北静王仔细端详2个小外孙女，承认这俩孩子还真是一个像父亲，一个像母亲。虽然长得像父亲那个笑呵呵的也更好看，但是北静王还是被像沈飞的那个小妞妞给吸引了。这孩子不错，长得好看，叫什么？这个是花花。这都是什么名字呀？咋还又是花又是树叶呢？你们2个还真是一点墨水没有。就算起个花名，那也不能是花花呀，还不如叫牡丹或是芙蓉呢。芙蓉？沈飞抽了抽嘴角。花花，你喜欢吗？花花一言难尽地看了北静王一眼。不要，不喜欢。北静王心里纳闷了，这么排斥，芙蓉挺好听的呀。北静王在荣王府用过了午膳之后，才带着萧王妃回去的。沈飞还以为北静王会开口向他寻药呢，谁料北静王提都没提，好似他这次来就是单纯的来看看他这个女儿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北静王和萧王妃同坐在马车里。萧王妃忍了又忍。王爷，刚刚在荣王府，你怎么没有提药的事儿？北静王昨日才回来，但府中的事老管家也和他大致禀报了一遍，加上母亲身边的老嬷嬷被踢伤，他也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对于方嬷嬷竟然想撞沈飞的行径，北静王恨得不得了。那老货竟然敢伤害自己的亲女儿，简直是大胆。看来他也不适合留在母亲身边了，否则只会倚老卖老。北静王想起江二等人的禀报，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要不是菲儿身边有个武功高强的女婢，那女儿可真就有危险了。都知道那药是神药，那么必定稀少，菲儿没有拿出来，那就是没了，还问什么？王爷，那日我亲口听到荣王妃说有的，那必定是真的有。母亲病重，要是喝了那神药，身体一定能好起来。北静王听到萧王妃口中喊荣王妃，这么冷淡的称呼，还有他在外打仗，
萧王妃这个亲姨母知道了那孩子的身份，竟然一次都没有看望他。这可是他亲姐姐的孩子，他不单单是名义上的嫡母，他们都有萧家的血脉。可是这1年来，萧王妃没有上门，就是岳家、萧家也没有任何表示。北静王想到这里，心就沉了下来。母亲那人观念陈旧，他没办法扭转他的想法，但不偏不倚，北静王还是自认能做到的。既然从前都看不上的孩子，现在又眼巴巴地求了上去，那人家当然有拒绝的权利。北静王内心对于当年孩子被换的事也是很芥蒂的。母亲当年要是对萧氏上心一点，萧氏是不是就不会难产，孩子是不是也不会被人换走了？那时候整个王府都在母亲的掌管之下，他的王妃就那么死了。北静王想到早逝的妻子，眼中一片沉寂。妃儿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他不能再伤了他的心。母亲那边我会请太医院的院判来看，王妃不必担心。北静王说完之后，也不看萧王妃，开始闭目养神。萧王妃见到北静王这样，就知道王爷不想继续谈下去了。王爷竟然这么重视那孩子，为了他，就是老王妃的身体都不顾了。萧王妃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更没胜算了。唐之陵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就听说老岳父来过了，还见识到了众多礼物。他看到这些东西就有些羞赧，这个家里他的作用好像不大。方姑姑，你看看这个白色的，给王爷做个披风好不好？是，王爷很合适。方姑姑，我要那个火红色的狐狸皮。王妃，红色的只能按照你没怀孕的尺寸做，否则做披风不够。就按照从前的身材做，反正我也快生了。唉，做好之后可能要到明年才穿了，就是不知道明年长安城的天气会不会像今年这样下这么多的雪。沈妃不过是寻常感慨一下，但坐在一边玩耍的小福宝却是皱起眉头。今年的天气太反常了呀，冬季下了这么多雪，明年就不好说了，就不知道钦天监能不能看出来。小福宝和自家老爹都是心事重重，真正高兴的只有沈妃娘3个。此时花花也一改往日沉默的样子，蹭蹭地爬到了那堆首饰旁，扶着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上好的翡翠手镯。这料子手感真好。花花无声地笑了出来，露出了仅有的8颗牙。这辈子不亏。花花的内心是震撼的，她这辈子真不赖，跟着师妹有肉吃。生在荣王府真的比上辈子当社畜强多了。上辈子她父母早就离婚了，她要不是自己聪明，靠着奖学金一路读到了博士，她也进不了研究所。在研究所的工资虽然很高，但她也不敢花钱大手大脚，毕竟想要靠她一人在帝都买房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整个实验室也就只有小师妹的命好，小日子过得轻松，父母宠爱，老师宠着。从前师妹总说她高冷不搭理人，其实她不是故意高冷的，只是太久没真心的笑过，不知道怎么笑了。师妹不知道她有多羡慕她能每天开开心心，活得那么没心没肺。只有被爱着的小孩才会那么的自信、开朗和乐观。花花手中拿着手镯，看着沈妃笑呵呵地逗着她这辈子的便宜老爹，心中也是感慨颇多。就算多不想承认，但也只能接受现实。这2个不太靠谱的人是她这辈子的爹和娘，上辈子那都是从前的往事了，她只是带着记忆投胎罢了。花花想到同是魂魄的师兄和老师2人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克服心里的那一关，肯不肯投到小师妹的肚子里了。其实她想告诉他们，重新投胎真的很不错，出生就是人上人。花花想得入神，根本没注意到姐姐的偷袭。小叶子见到花花站着愣神，悄悄地爬到了花花的身后，然后一个脑袋顶了过去。花花没有注意，一下子就栽倒了，手上的翡翠镯子也磕在了箱子上，就这么碎了。花花一脸心疼地看着碎了的镯子，这他妈的是古董啊！谁料小叶子这时候还嘎嘎地笑了出来。花花决定要教训一下小叶子，否则以后一定会无法无天。于是他也蹭蹭地爬到了小叶子身边，2个小孩就这么扭打起来。打你个败家玩意儿！小福宝原本还在沉思，大雨潮明年哪里或许会有灾祸，
然后就听到了哇哇的哭声。小叶子被妹妹给打了，现在开始哇哇大哭起来。娘，咬我！小叶子觉得委屈极了，妹妹不和她玩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还打她。唐志玲和沈飞两人被小叶子的哭声吸引，才发现两个小妞妞打起来了。沈飞好奇地看向花花，很好奇她为什么会和小叶子打架。唐志玲走过来把小叶子抱了起来，然后就看到了她肉嘟嘟的脸蛋上有几颗牙印。花花，你怎么能咬姐姐的脸呢？花花有些尴尬，刚才打着打着就打出了火气，于是没控制住就上嘴了。主要是胳膊和腿打人也不疼啊。唐志玲看到花花委屈巴巴地看着自己，心里又心疼了。花花，父王也不是骂你，就是你不能咬姐姐。姐姐不乖，是她先抓我的。花花也试着告状，想看看唐志玲会不会像潜意识的爸爸一样，只会无原则地偏向弟弟。唐志玲不知道，这是花花第一次向她敞开心扉。她一个处理不好，那这个女儿以后或许都不会真心承认她了。唐志玲把小叶子又放在花花身边，冷着脸问：你刚刚是不是撞妹妹了？我撞了。你呀，每天就是找揍，快和妹妹道歉。小叶子也就是刚才疼那么一下，现在已经不疼了。我和妹妹玩啊。花花看到小叶子这样，脸红了一片。她呀，还真是越活又回去了。婴儿当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小孩看了。她有些羞赧地看着唐志玲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唐志玲不再搭理小叶子，反而是把花花抱了起来。好了，你以后啊，躲着点小叶子。唐志玲直接抱着花花离得远了一些，然后耐心地哄着花花。花花对唐志玲不偏不倚的态度很满意，她歪着小脑袋靠在唐志玲的肩膀上，觉得这个爸爸还不错。荣王府因为几个孩子的关系也是热热闹闹。入夜，一队人马快速在官道上疾驰，护卫长赵成紧紧地跟在益州王的身侧。终于在天色蒙蒙亮的时候，众人到了长安城的郊外。王爷，现在城门应该还没开，您休息一会儿吧。益州王点头，然后从马上跳了下来。赵成，你留一队人马在这里接应苏先生，挑选几个武功高强之人随本王进京就好。王爷，那您的安危？老四都能安然在京，我又怕什么？益州王心里是有计划，但绝对不是这个时候。更何况北境王现在大胜回来，他就算有什么小心思，也要徐徐图之，不能轻举妄动。这次进京除了参加母妃的葬礼，就是查清母妃的死到底有没有皇上的手笔。但是益州王又不是全然放心的，吩咐道：留在外面的人全都听从苏先生的号令。赵成心中一凛，王爷竟然这么相信那位苏先生，他的内心有些不安。怎么，你在质疑本王的命令？属下不敢。想到人马留在城外应该也会没事，心中稍稍安定。